随着神火通道的开启，无量神渊中各处强大势力的大批身影带起呜呜的破风之声，一批接一批的从虚空上掠过，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赫然都是指向了神火通道。短短片刻之间，整个无量神渊都是为之骚动了起来。神火空间之中，破风声大作，大群的身影从远处天际飞掠而来。这里便是神火空间内部吗？萧炎抬起头，目光望着前方遥远处，刺眼的强光如同耀日一般不断的释放而出，伴随着越发的接近那里，一股股恐怖的高温也是迎面而来。即便此行出动的都不是弱手，但却依旧不少人大汗淋漓。不愧是前3的灭世神火，光是所释放而出的余热，便是让的这些实力至少在4重天位神的神指强者都难以抵抗。萧炎的目光扫过周边的一些身影，眉头不由得微微皱了皱。4重天位神的神指强者，放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都是能够挤入前3神势力的一流强者，但这等实力却是仅只能抵抗灭世神火远远所释放而出的余热。由此可见，那灭世神火究竟是恐怖到了何种境地啊！这一次进入神火空间之中的，至少也不下几十波强大的势力队伍，他们的目标显然也是灭世神火。看来真的是一次惊天争夺啊！藏青青的美眸在四周扫了扫，旋即道：“众人也是微微点头。这一路上的确是看见了不少抱着相同目的的强大队伍，但是并未太往心里去。毕竟他们那乃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武神阁，但想要与他们抢夺灭世神火，依旧还是太弱了一些。不知道是魂宗之人是否也已经进入这里？”萧炎目光望着遥远的前方，心中掠过这道念头。对于之前噬魂宗施展出来的那道黑雾中，竟是浮现出一只红眼瞳，令他与坟老竟然之际断开了联系。现在他都无法感应到坟老的气息，究竟坟老无故的消失，是否与那红眼瞳有着关系？那红眼瞳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萧炎也是短暂陷入了沉思。不过很快就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眼前还是以神火为主。这神火空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不过半个小时的事情，已经将大部分的神火空间走遍，可是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神火的踪迹。不过只有一小部分的势力之人带着大部队，逐渐地抵达了一处崇山峻岭之地。然而当萧炎以及武神阁的这一批队伍抵达这里时，那所见到的葱郁山脉已是不见影子，有的仅只是一片呈淡紫色的大沙漠。一种可怕的温度从大沙漠之中蒸腾而上，令得这数万里内的空间都是呈现出一种扭曲之感。好神秘的灭世神火，居然将如此庞大的山脉都是瞬间焚化成了虚无，变成现在的一片大沙漠。望着那出现在眼中的巨大沙漠，萧炎都是忍不住的轻吸了一口凉气，满脸的震惊之色。要知道这等焚烧的力量，就连幻虚和三妹都无法做到。不过见到武神阁之人感到这里的高温炙热，表情都是呈现痛苦之色时，一道炫白色的火焰自其体内涌出，将武神阁的所有人都是包裹而尽，这才令得那种炙热的灼痛之感减弱了许多。然后抬起头望着远处的天空，那里的空间已经破裂而开，淡紫色的光辉从破裂的空间之中倾泻而出，在那光华之中透着一种连灵魂都是无法承受的极度高温，疯狂的弥漫而出。难道在那破碎的空间中，就是灭世神火本源的所在？虽然灭世神火并没有出来，想来应该就在那片破碎的空间之内。这些淡紫色的光辉，也仅只是灭世神火的一些余温而已。望着这一幕，萧炎轻声道，但那内心却是掩饰不住的震惊。什么？还只是余温？听得此话，就算是藏青青，她的脸颊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变化。一点点余温，便可以轻易的焚化山脉，化为一片大沙漠。那如果真的进入了那破碎的空间中，又该是何等的恐怖啊！在萧炎等人出现在这片大沙漠上空后不久后，四面八方也是陆续的传来一阵阵破风声。很快无数道身影在距那破碎的空间有着一定距离处，便是停下了行动的身子，目光泛着震撼之色地望着这片淡紫色的大沙漠。他们都知道，在之前这里原本还是一片崇山峻岭的山脉啊！不愧是灭世神火，似乎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很多。但是想要得到此神火，必须要进入那片破碎的空间中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其中的极度高温。灵神阁的第一天骄高泉等人也是注视着那破碎的空间许久，才开口说道：“那破碎的空间中必然是凶险万分啊！这个出头鸟，我们还不够格来当。”雷厉风自然是感受到了其中的危险，若是他们这支队伍贸然进入的话，恐怕最终能够逃出来的人，毫不夸张地说，几乎为零。然后雷厉风的目光看向神指联盟的四域天神君，嘴角渐渐地浮起一抹诧异的微笑，道：“喂，你不是想要争夺神火吗？要不你们神指联盟的队伍先进去吧。”四域天神君也是一脸严肃，他身为6重天位神，自然是能够感觉到那片破碎空间中会有多恐怖。灭世神火是我神指联盟都对其心心念念的东西，这自然是归于我们所有。我们早就已经对灭世神火的可怕力量做好了准备。四域天神君的目光在几位第一天骄的身上扫视了一圈，这灭世神火从那天古浩劫后就没有出现过，这一次的现身竟然是在无量神渊中。看来灭世神火的真正神火本源就在那破碎的空间中无疑了。既然你们不动手，那么这神火我可要先拿了。四域天神君将目光收回后，
对着身后的神指联盟数百道身影吩咐道：“你们就在这里等本神君，待我收服了灭世神火，就将这些找死的家伙们好好的给焚烧了。不过你们2个欲领随本神君一起进去，毕竟你们身上的神物也很强大，虽然还没能真正的激活其中的力量，但也足以加持我夺取神火。”四御天神君的目光则是看向紫色衣袍以及白金色衣袍身影，然后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带着这2位御灵进入到了其中。就在这时，萧炎的目光带着一丝诧异之色，这四御天神君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何要带上御灵？而且萧炎在刚刚的观察之下，这2位御灵有2道气息，一道是他们本身的气息，另一道就是诡异的死气了。而且他们本身的气息愈发的微弱，要不了多久就会彻底的被那股诡异死气所取代。那样的话，他们也将会彻底的失去自己本身的意识，沦为真正的御灵。随着四御天神君他们进入其中，那里的淡紫色光辉到的现在已是如同液体一般的倾泻而下，下方的大沙漠也是化为了一片淡紫色的岩浆，气泡翻滚，冲出一道道极端炽热的气流，可以从那破裂的空间中隐约间都是能够听见一些奇异的声响从中缓缓传出。也就在这一刹那，在茶馆的所有势力强者都是猛地睁开了双眼，他们能够感应到这片天地间的温度再度提高了将近数百倍不止。唐青青以及其他第一天骄也是在此刻渐渐的恢复过来，耸了耸肩：“我们也该动身了。”随着这一句话刚吐出，周遭空间顿时传出急促的破风之声，一道道气息悠长强悍的身影闪电般的从远处暴掠而来，在一道道笑声之中，直接一头就撞进了那破碎的空间之中。见到这一幕，萧炎也是陡然的挺直腰杆，他那漆黑的眼眸之中有着火热在跳动。灭世神火，我一定会将你夺得。就在萧炎暗自下决心的时候，吴雪则是偏过头，传出他那动人的声音来：“萧炎弟弟，那破碎空间中的温度极高，若是不具备足够的实力，怕是就算进去也相当的危险。”这个我当然知晓，不过我说了，我修的就是火道，这么好的机会，就算很危险，也不能轻易的放弃。萧炎先是点点头，看着周围一些实力达到4重天位神的神指强者时，仅仅是在这空间之外，他们不少人都是大汗淋漓，甚至不得不施展神力进行抵御这般恐怖的高温。可是如果不进去，自己将会失去提升很多实力的机会，所以不管如何，他都要去试一试，哪怕其中真的存在极其危险。见萧炎执意要进去，吴雪也是无奈的放弃劝说，既然他都如此坚决，不管自己如何劝他都没有任何的作用了。好吧，那等会我们就4个人进去，青青姐和方太哥还有你，一定不能走散。如果发生什么突变的事情，还能够有着照料。吴雪虽然实力只有3重天位神，可她的身上有着武神阁主给她的保命宝物防身，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她还是有机会逃离。好，看见吴雪对自己的关心，萧炎也是无奈的一笑。看来自己虽然已经有2位妻子了，可自己的魅力依旧不减当年啊，心中也是浮现出自恋的想法。各大势力的最强主力都已经进去，那么我们也快进去吧。藏青青也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其脸上十分的平静，下一刻身形便是率先闪动，化为一道流光，急速般的掠进破碎的空间之中。在其身后，萧炎、吴雪等人也是紧随而上，最后都在破碎空间的光辉中，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待萧炎他们的身影进入破碎空间中的那一刹，萧炎、藏青青等人的浑身皮肤都是骤然紧绷了起来。穿梭其中的通道后，他们的眼前光芒闪烁，便是发现周遭的空间已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好恐怖的温度！空间的变化带给众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如出火炉一般，他目光飞快地在四处一扫，却是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弥漫着淡紫色火焰的奇异空间中。这一片空间皆是被淡紫色的火焰所弥漫，就连他已经吞噬了2道神火，都是感觉到异常的燥热。萧炎心头一动，体内的神火也是徐徐的自体内涌出，将其整个身体都是包裹而尽，那种让的血液都是有些沸腾的热量方才减弱了许多。眉头微皱地望着空荡荡的四周，他应该是与吴雪、藏青青等人一起进入的这片神火空间才对，为何到了这里却仅仅只是他一人在此处？萧炎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并不敢沾染上这里的淡紫色火焰。这些淡紫色火焰虽然并非是灭世神火的真正本源，但却依旧不可小觑，更何况此地处处透着诡异之处，看似平静的空间却暗藏杀机。先离开这里再说。萧炎目光在四处一扫，脚尖一点虚空，身形便是暴露而出。这里总是让得他有些不安。萧炎的身形飞快地自这处神火空间中掠过，那由四周弥漫开的恐怖高温，即便他有着幻虚和三昧2道神火的守护，依旧感到皮肤上传来阵阵的刺痛。这片空间中连空气都是被禁术蒸发，一种荒凉的无法形容的味道弥漫整个空间。萧炎朝着神火空间的深处飞掠了将近数几十分钟，依旧看不到尽头，而他也没有见到任何的其他身影。而这片火海仿佛是永无止境一般。就在萧炎眉头紧皱，脸庞上尽数思索与茫然之色时，那前方不远处突然有着细微的说话之声传出。当下他心头微喜，身形一动，便是闪掠而出。然而他的身形刚刚掠出一些距离，便是猛地顿下了身子。此刻
在他前方不远处，3道黑影悬空而立，目光阴森而戏谑地望着他。四域天神君，3道黑影中间的那位赫然便是神指联盟的四域天神君以及那2位御灵，你们怎么在这里？萧炎的目光死死地盯着3人，在说话的同时，他体内神力也是悄然运转而起。没什么，来给你看点东西而已。四域天神君微微一笑，掌心突然涌出阵阵光芒，然后将身旁的2位御灵的表皮虚化，最后便是化为一道令萧炎极为熟悉的2道身影。灵兄，沐尘。萧炎的目光张开巨大，难道之前的感觉都是真的？那2位御灵就是灵动和沐尘2人。萧兄，快走，以后千万不要去神指联盟，因为那里有着不是我们待的地方。那灵动和沐尘的身体微微一颤，抬起头，目光诧异地看着那削瘦身躯的萧炎。萧炎，你交出你体内的神火，以及那能够融合修炼诸多神火的神秘功法，不然他们2个都得死。四域天神君的脸庞上掀起一抹淡漠笑容，旋即手掌缓缓地搭在灵动和沐尘的头顶上，淡淡的道：既然这俩家伙不听话，那么留着也没有必要了。该死！住手！见到那四域天神君的这般举动，萧炎眼睛陡然血红起来。灵动和沐尘乃是他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在自己的眼前遇害？对于萧炎的吼声，四域天神君也只是冷冷一笑，手掌一握，强大的神力呼啸而出，对着灵动和沐尘的身躯直接硬生生地抽出了2道灵魂，然后爆裂开来，化为一阵阵的光点分散而去，最后在那恐怖的高温下化为虚无。萧炎之际是呆呆地站在原地，眼眸看向那爆裂而开的光点处，身体猛地剧烈颤抖了起来，一股恐怖的杀意自心底深处彻底的席卷而出。然而就在萧炎即将与四域天神君开战时，其身体瞬间凝固，一道道淡紫色的火焰突然从其身体爆射而出，可怕的火焰疯狂地在其体内肆虐而出，那感觉就是无法抗拒的毁灭之威。这是灭世神火。体内突然传出的剧痛也是让得萧炎恢复了一些理智，心头当下便是一惊，急忙抬头，却是发现面前的四域天神君以及灵动沐尘三人已然消失不见了踪迹。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里的一切都是灭世神火所主导的？刚刚的这一幕让得萧炎一怔，旋即猛地回过神来，终于明白了这里的奇怪之处。如果不是灭世神火的真正本源，就不要那么容易吞噬我，毕竟想要吞噬我的话可没那么容易。萧炎银牙一咬，手印急速变换，体内那融合了地炎之火的幻虚神火便是暴涌而出，与这里的淡紫色火焰彼此的抗衡了一下。不过仅仅拼接幻虚神火的力量竟是无法占据上风，看来只能下一刻。萧炎的双眸中有着混色火芒顿时涌出，直接与那淡紫色的火焰轰击在了一起。随着三妹身后的出现，再加上幻虚神火，终于是将那淡紫色的火焰吞噬消灭。萧炎这才冷汗淋漓的松了一口气，还好他对于火道的造诣非常之高，再加上自身的神体在万火神域淬炼过，可比寻常的天位神身体更加强悍如斯，不愧是9道神火排名第3的灭世神火。仅仅只是拥有一丝灭世的本源，就能够让幻虚神火都与之僵持不下，也就是见证了灭世神火的恐怖后，萧炎对于这道神火更是有着100%的兴趣。然而就在这时，在不远处竟是传出了阵阵惨叫声，一些超神势力的神之强者竟是被这里的淡紫色火焰包裹，最后都在这淡紫色的神火吞噬下化为了灰烬。萧炎目光飞快地在这些淡紫色火焰中一扫，然后便是发现其中有着武神格之人吴雪。萧炎的目光一动，下一瞬便是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倩影身前。此刻吴雪正一脸痛苦，在他的身体表面也是出现了淡紫色的火焰，赫然与刚刚自己所遭遇的异样，这是灭世神火即将燃烧的赶脚。萧炎满心骇然，他自然是明白这些在体内燃烧的淡紫色火焰是如何的难以驱逐。若非自己拥有着幻虚和三昧2道神火的话，就算是他都会在灭世神火燃烧时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创伤。吴雪虽然说也是一名3重天位神，但体内却没有神火的守护，若是这时趁机侵体，必然会是重伤。然而就在萧炎以为吴雪情况不妙时，吴雪的体内竟是有着隐藏在体内深处的一道亮光闪烁起来，那股能量也是将他体内的淡紫色火焰在那1秒内给吞噬净化。这突然起来的变化自然是被萧炎的神魂力量所感受到了，如果不是神魂力量，想要凭借神境灵魂都无法察觉出吴雪体内深处竟然还隐藏如此一道东西。只不过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萧炎还不清楚。虽然那是一瞬间捕捉到了吴雪体内的异样，但还是无法分析出那是什么东西。随着吴雪体内那股力量将淡紫色火焰给吞噬净化后，原本痛苦的面色也是稍微好转了一些，紧闭的双眼也是在此刻缓缓地睁了开来。睁开双眼的吴雪看了一眼身旁的萧炎，嘴中不断地喘着粗气，片刻后方才抹去额头上的冷汗，道：刚刚我感觉体内有一股火焰在燃烧，真是好恐怖的灭世神火，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体内，想要将自己吞噬而尽。想起来都感觉非常的害怕。吴雪问道：刚刚是你救了我吗？萧炎苦笑地摇了摇头，道：不是我，而是你自己。你知道你体内深处隐藏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吗？我体内有强大的力量？没有啊，我怎么不知道？看着那好像不是在说假话的吴雪，
萧炎的面色也是微微好奇起来，暗自道：看来那股力量他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了。如此看来，吴雪也并非简单人物。对了，方太兄和藏青青他们呢？萧炎望着周围只有一些其他超神势力的强者以及个别武神阁的强者，便是皱了皱眉，说道：我们同时进来的，好像被分到不同的区域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萧炎微微点头，身处这种神火空间，就算是想要援救也是没什么办法。他们唯一庆幸的便是还好没将大部队都给带进来，不然早已经死伤惨重了。走吧。萧炎挥了挥手，目光瞥了一眼其他超神势力的强者，然后便是飞快地对着神火空间的某一个方位掠去。他倒没有烂好人的一个个的去搭救，在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冲着灭世神火来的，说起来也算是争夺的对手。萧炎与吴雪以及武神阁的其他强者脱离了这里之后，倒没有继续在原地踏步，经过几分钟的时间飞掠，便是冲出了这处被淡紫色火焰笼罩的区域。在他们穿越出那片淡紫色火焰所笼罩的区域时，萧炎他们的身体都是感觉轻盈了许多。没想到这神火空间还有这等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吴雪看了看身后的那一处区域后，便是摇了摇头，旋即有些惊叹的道：我们先去找其他人吧。萧炎目光在四周扫过，旋即释放出强大的神魂力量，已经朝着万里之外的空间探测而去。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火空间的缘故，竟然令他原本可以探知万里之外的神魂力量仿佛被限制了一半，只能在万里之内探索。但是就算如此，这万里之中却是发现除了他们一行人外，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人的身影。这神火空间实在诡异莫测，一下子就连萧炎都无法分析出其中的原因。也许这片神火空间是灭世神火的天下，进入这里的那一刻基本便是落进了他的手中，所以生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这里的神火空间极端诡异，我先前已经试过，若是强行突破的话，恐怕都得遭到巨大反噬。这里是一个极为坚固的囚牢，撕裂这里的空间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吴雪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望向那由神魂力量所迷迷糊糊看见的一处紧闭的巨门，暗自道：那是记得上次听到父亲所说，顺着巨门之后的路走，自然便是能够见到吗？灭世神火，只不过那巨门之后必然会有着重重阻碍，想要见到灭世神火，就必须闯过去。你也感受到了？萧炎望着吴雪那神色变化，问道：那道模糊的巨门之后，应该就能够找到灭世神火了。吴雪，我目光变得肯定起来。可这里是灭世神火所凝聚出来的空间，若是硬闯的话，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萧炎一只手托在自己的下巴，思索皱眉道：不管如何，我们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先前往那里看一看究竟了。吴雪说道。刚欲再度说点什么，他们周围的空间突然剧烈的波动起，一股恐怖的温度徐徐地自四周弥漫而开。发生什么事情了？见到这一幕，萧炎、吴雪等人的眉头也是一皱，惊呼出声：好像是巨门那边传来的动静。在锁定了最后的能量波动后，吴雪决然道：走，我们去看看，想必那里一定有人强行开启了巨门。萧炎的声音不大，说完便是带着吴雪他们飞快地朝着那巨门方向掠去。巨门周边的空间越发的扭曲起来，到的后来，一道道裂缝突然浮现而出，这些裂缝中一股股如同巨浪般的淡紫色火焰自其中席卷开来。紧接着，在巨门之前有着3道身影，其中2男1女。那位女子身穿紫裙，紫裙覆盖下的身姿曼妙，柳腰长腿，可谓是霸道。她的气质温润柔和，有着那如火明艳的红宝石，也有着沁人心脾的温润羊脂玉，天鹅般优雅的雪白脖颈，精致的锁骨，显得纤细而又性感。而在其女子身边的另一道男子身影，他有着清秀的面庞，脸庞上的笑容颇为的和煦，模样也是清秀英俊，有着一番气度，显然出身不凡。最后一道身影虽然也是男子，但他的年龄却是比这一男一女都要大上很多，而且拥有着神兽肢体的身躯，隐隐间散发出坚不可摧的强悍力量。此时他们3人正在对着那道巨门进行着强行击破，3位的力量都是无比的可怕，尤其是那清秀的英俊男子以及那名惊艳女子所施展出来的恐怖力量，并且在他们的眉心间有光芒绽放，隐约间有着奇异之声传出，那声音似龙吟，似凤鸣，在他们的神之力量中伴随着某些神秘的气语，猛然呼啸而出，最后酝酿到极致的时候，直接轰击在了那道巨门之上。可怕的神之力量以及那气运之力的爆发，那巨门竟是真的被打开了。面对着如此强大的奇力猛轰，那巨门也是缓缓地打开。而在巨门打开的刹那间，一股可怕的无数道淡紫色火球便是从巨门内爆射而出。哼，雕虫小技！圣龙气运4字在那一男一女的嘴中同时爆出，紧接着他们的双手结印，整个天地在此时疯狂地震动着。只见得在其周身有着非常神圣的神之力量不断的散发，其中有一道神秘之气正在升腾，那气息凝聚间渐渐的形成了一只巨龙盘踞。那道巨龙散发着无尽的神圣之感，威严无穷，犹如天威，让人难以触及。那位年纪较大的男子感受到那巨龙的出现，在那巨龙上面他感受到了一种极为的熟悉的气息，那便是圣龙气运。在这大宙之中，虽说神之力量是根本，但是还有其他不亚于神之力量的气运力量，一旦拥有气运的力量，结合神之力量，
那么所爆发出来的攻势将会非常的强大无比。气运不是后天修炼而来，而是修炼者在出生之时就携带气运。天有异象，紫气蒸腾，龙气缠身，龙吟震天地，便是圣龙气象，未来可入更高的神境领域之中。所以这一男一女的实力所展现出来的时候，极为的震撼与强大。巨龙俯视下来，那漠然的龙目注视着对面那些无数淡紫色的火球。下一刻，圣龙气运发出低低的龙吟声，龙嘴一吸，只见那些淡紫色的火球直接是被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所束缚，然后龙嘴一吞，全部将那些淡紫色的火球吞噬入体。还可以清晰的听到巨龙体内所爆发出来的爆炸之声。虽然那股能量很强大，任凭他们如何释放可怕的炙热高温，依旧无法冲破这圣龙气运。